如果你要将 USB 的这个摄影机连接到这个 HDMI 的视讯导播机，你必须要串上一个 UVC 转 HDMI 转换器。比如说，这是我们公司的 USB 转 HDMI 转换器，这个也是我们公司做的这个 UVC 相关的产品，做了大概是10来年啦。对于这个 UVC 转 HDMI 这种设备，也是大概在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不简单啦，因为遇到太多的细节必须要克服。比如说有一些摄影机一连接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能有声音，但是画面会抖动。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声音，反正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啊。真正的这个韧体稳定，而且可以使用，大概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才稳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像市面上的罗技的摄影机都能用这些的。最近有很多的客人跟我讲说，那个中国大陆又有做出这个 UVC 转 HDMI 的转换器，那跟我们家的这个 UVC 转 HDMI 的转换器到底有什么差异？其实坦白说，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啊。于是乎，我就在5月18号的时候，我就去零售店买了这一款，然后我也想说拿来做测试使用啊。但是我要先做开箱啊，怕到时候说什么狸猫换太子啊，我就上面先做了一些记号，然后呢就这边贴了一个标签啊，表示说这是一模一样的，跟我开箱的是一模一样的。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啊，我们要将这个 USB 的摄影机分别连接中国大陆的 UVC to HDMI 跟我们公司的 UVC 转 HDMI， 然后呢连接到这个视讯导播机做测试看看。这个是中国大陆的 UVC 转的 HDMI 转换器，这边是吃电源，然后这边是 Webcam， 这边是 HDMI 输出。HDMI 输出我连接 Enter Mini Pro 的 Channel 2的地方，然后最后连接 Webcam。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位是什么。韧体是 24.5.47， 这个版本的韧体是最新的韧体。好，然后呢，我把它按到2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我把声音打开来，它没有声音耶。不管我怎么频道怎么换，它都没有声音哦。我再换成这个频道3，换成频道3。频道3，我把声音也打开来，也是没有声音。那频道4呢？你看。也是没有声音的，也是都没有声音的。Channel 2、3、4是没有声音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说它的电风扇的声音非常吵，我给大家听一下。它是有个电风扇的声音，蛮吵的。如果要做一个安静的直播的时候，这个电风扇声音可能要考虑。我们来看它的功率，功率现在是跑到5伏特，快要1000 mA 了。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家的转换器是怎么样的。这一支是 C922 嘛，这是我们公司的 UVC HDMI 的双模转换器。这个地方是电源，我提供5伏特电源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量是提供是多少，这边它会有写电量这边。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我们再接 Webcam。接这个一样的是 C922 这一支 Webcam， 我把它接到这边来，这边，然后我再连接到这个 Enter Mini Pro 的随便一个频道，我连接到这个4好了。Hello， 你看4这边测试声音，测试声音。测试声音，测试声音，好的。那么来看一下电流量是多少。我们现在的电流是5伏特，大概是600 mA 左右啦。刚刚那这边是多少？这边是5伏特，快要1000，这边是5伏特600，差了300 mA。我这个 Enter Mini Pro 我连接2个转换器，一个是我公司的转换器，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转换器。刚刚测试的那一支罗技的 C922 的 Webcam， 发现那个声音是有问题的。我们公司做出来的转换器声音是正常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测试多款的 USB Webcam。现在测试的是这个 OBS BOTT 的 camera， 那我们看有没有声音，声音是正常的。Hello， Hi，
对，声音是正常的。那我们来画一下我们公司的转换器。Hello，这是我们公司的转换器，接 Channel 4也是正常的。这个是罗技的 StreamCam， 我接到中国大陆转换器，你看是没有声音的。我声音把它打开来是没有声音的，都没有声音。当连接到我们的转换器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声音是正常的。Hello， 嗨，这个是罗技的 C310摄影机。你看我接到这个转换器 ，UVC 的灯是亮的，但是却没有画面。接我公司的转换器是有声音、有画面的，是正常的。C930的 Webcam 连接进来是有画面，但是没有声音的。我们公司的转换器是有声音、有影像的。C525摄影机转换器是没有声音的，你看 ，Hello， 没有声音的。好，连接我们的转换器是有声音的 ，Hello。C270的罗技摄影机，你看 C270的摄影机连接这个转换器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画面的。C270的 Webcam 连接我们的转换器是有声音的。刚刚啊，我们测试了这么多的罗技的摄影机啊，发现连接这个 Enter Mini Pro 可能会没有声音，甚至有一些是没有画面的。那很奇怪的是 ，Enter Mini Pro 没有声音，但是我直接接这个萤幕是有声音的。这个可能啊，在这个韧体上面要处理好。但是我们家的这个 UVC 转 HDMI 的这个设备啊都没有问题。不管任何的罗技的摄影机，保证有影像、有声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USB 3.0 Webcam 相容度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这个转换器啊，它在官网上面宣称说是可以支持 USB 3.0 的，这个令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搞了 UVC 转 HDMI 的这个东西，搞了好久，就搞不定这个东西，竟然可以支持。那么我们要先厘清一件事情，是说什么叫做支持 USB 3.0？我们举例来说好了，这个是罗技的 USB 3.0 Webcam， 它同时啊可以向下相容 2.0， 也可以支持 USB 3.0。当啊你的电脑或者是转换器是 3.0 的时候，它就丢 3.0 的出去；当你的电脑或者是转换器是 2.0， 它就丢 2.0 出去。那这样可以说是支持 3.0 吗？应该不是吧？我们的板子接上这个罗技的摄影机的时候，它是吃 2.0 的。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吃 3.0 啊，因为它真真实实吃的是 2.0 的讯号。虽然它的洞是 3.0 蓝色的洞，可是它还真实吃的是 2.0 啊。那这样的话就有吊诡了，就很多魔鬼细节都在里面了。我们到底怎么知道说这个转换器是吃 3.0 的格式的讯号，还是吃 2.0 的讯号？所以我们用罗技的这种摄影机去测试是不准的，因为它可能会往下相容 2.0。那我们要怎么测试呢？有的，这个是那个 Egago 的 FaceCam， 这一支它非常特别，它是 USB 3.0 的摄影机，它只能支持 3.0。如果你给它串上个 2.0 或是接 2.0 的系统的时候，它是不会动的。USB 3.0 Webcam 只能在 3.0 模式下使用。我连接到电脑，我现在是走 3.0 模式。然后呢，我打开这个 ANCAP 给你看一下，一定有画面。你看这个有画面。这个是来自于这一支这个 FaceCam 的画面。好，这个是 2.0 的线，串上去之后啊，它就变 2.0 的，它保证不会动。你看它没有抓到吧？都没有抓到。所以啊，我等一下就用这个东西去连接我们家的转换器，跟宣称可以支持 3.0 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转换器。如果这个转换器能动，表示说它真真实实能够吃 USB 3.0。将这一支FaceCam 连接到这个转换器，上电，我们看电视会不会产生画面出来？好，等它吧。你看，它这画面就卡在这边，不会动了。这是 FaceCam 它是纯 3.0 的 USB 3.0 Webcam， 不能在这上面使用的。
那当然了，这一支 FaceCam 啊，也无法在我们的转换器使用，因为我们的转换器只有纯支持 2.0 而已啊。如果你的 USB Webcam 是 3.0， 可以向下相容 2.0， 比如说像罗技的 StreamCam 这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不敢写说我支持 3.0 啊，因为我真正骨子里抓的还是 2.0 的讯号啊。一样的道理，这一支是纯 3.0 的这个 Webcam， 当然就无法支持到我们的转换器。中国大陆的这个品牌，他说它可以支持 USB 3.0， 理论上应该就要支持这一支才对。可是我们刚才测试竟然是没有的，所以啊，大家在买这个转换器的时候，真的是要实际测试为准啊。我做生意就是这样子啊，哪些 Webcam 能用，哪些不能用的，我都会在网页上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个什么相容度的列表。比如说啊，像这个 USB 3.0 的 Webcam， 它没有办法向下 2.0 啊，所以你这样插上去，我这是本来就不能用了嘛，所以我就写说我只能支持 2.0 啊。你说什么罗技的 USB 3.0， 它可以向下支持 2.0， 所以能动，所以它就是支持 3.0， 不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它骨子里还是抓 2.0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觉得还是写 2.0 会比较好啦。那么我们刚才的一些实验啊，只是把实验的过程呈现给大家看而已，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实验的一些 Webcam， 搞不好不是这样子的。我刚好比较晒抓到一些那 Webcam 就是刚好有问题的，也不一定啊。所以啊，你在买这个转换器的时候，还是实际的问清楚，或者是实际测试会比较好。因为毕竟 UVC 这种东西啊，它的变数是非常大的。这个标准的 UVC 对电脑来讲是标准的，对这种 standalone 来讲，它不一定是标准的啊，所以真的还是要问清楚，实际测试会比较好。